Hello，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好久没录了，感觉这个背书是有一抹阳光洒在你脸上的。对，我放了台灯在我前面，因为现在我换了一个地方。今天我麦克风不太好啊，你们多说话。可以，这个因为现在在国内，对，而且呢，一看就知道了，背书在妈妈家，充满文艺气息的妈妈跟文艺气息的房间。对，对，他的房子就是用我其他家人的话，就是好像一个博物馆，不太像一个家。哦，就各种各样的画啊，然后到处都是书啊。我记得你之前说你妈妈还有乐高拼图啊什么的。对啊，我后面就是一个大的乐高，哇，我都搬不起来。它这个乐高就是上千块的，一整就是3000块、2000块，很巨大的。是什么造型？拼起来，它这个就是那个巴黎的街道啊。这我妈妈果然很有文艺气息。欧洲回来了，我前面摆的又是一个这个欧洲的。你说的是拼图还是乐高？都有，他都喜欢，都有。他为了拼图，他买了一个很大的拼图的桌子在上面拼对。好，这个我们很难搬不起来，平常没什么爱好，很难想象我们的妈妈是这样的。对，对 ，OK， 果然培养出变叔这么优秀的青年啊。好 ，OK。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跟刚刚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完全没有关系。就是闲扯。刚才变叔我们要聊什么？就是前2期我们做了比较深的话题，这个又是代孕深不见底的话题，太专业了，又是性骚扰。这今天终于聊一点轻松一点的，因为人人都会有好朋友嘛，所以朋友又是一个我觉得很普遍的话题，大家到中国也要交朋友，但是我又很享受就是大叔们讲故事的这些期的内容，所以今天就想让大叔们聊一聊自己的认识的这个最好的朋友，分享一下为什么他是你们最好的朋友，然后你们之间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啊？没有有趣的故事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朋友的八卦呀，或者是这个大叔基本上应该都会一生应该都会有一些很有趣的朋友了。那我们先从茶叔开始。不要我的放最后好了，他要压轴。你讲完了我讲太久，讲我可能要讲3-4个小时才讲。没事，我们就前面就是那个前菜一点点吃一下，然后等茶叔来说啊。这个前菜灿叔，饮料变叔，再来主餐是我。好，那我们就一笔带过。从灿叔没那么灿叔来吧。你有没有年少轻狂时曾经有过知心好友？那肯定都有吧。我是觉得，在我印象比较深的朋友，真的就是太早就不算了。我觉得应该真正的好朋友是从高中到大学这一段时间建立的，就是比较深厚点的感情。其实我在大学有一个好朋友，前段时间还给我发微信。同性还是异性？异性只有我老婆，我老婆其实是我很好的朋友，但是她又有个老婆的身份，就把她先放到一边，先不说，排除。对。那我就说说大学吧，因为我其实高中的朋友我也聊过，大学的朋友是当时一开始是室友。就是我们当时大学的时候，因为是英语系嘛，男生很少，整个班可能就9个男生啊，就物以稀为。你们一个宿舍几个人呢？是这样的，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状态。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和我们整个班级那些男生住在一起，大概是7-8个人，8个人的一个宿舍，条件比较差。但是我爸是个商人，你知道吗？做生意的人，所以他一去学校啊，他就背了几把宝剑啊。就是我们老家有盛产宝剑嘛，对，他就去了，就送给什么辅导员呐等等啊。然后去了学校，发现就是我学校那个宿舍的这个状态不是很好，比较破破烂烂的，确实是比较破破烂烂，8人的那种架子床，整体比较潮湿。因为重庆那个地方8个人一间也太多了吧？是的，而且他厕所是在台湾外头，也是这样啊。
厕所是在外头，洗澡的地方也是在外头，所以很不方便。我也是个娇生惯养的孩子，也不是这样说，主要是当时我父母觉得其实能不能有更好的这个住宿条件，他们更放心。山长水远了就会担心嘛，所以刚好当时去送保健给这个辅导员的时候，就刚好有一个机会问了一下，他刚好有一个空出来的，我就住了这个我们一个学生公寓，是4人间的。那个还比较好，下面是桌子，上面是这个床那种状态，那个是比较好一点的。那等一下你，因为这个涉及到人情世故了就是你已经被分到那个8人房间，然后因为保健给你调到4人房间，还是说，你爸爸就在分房间之前就已经调了？我直接就去了宿舍。所以说直接对一去的时候，就是因为就是4人房，对，调过4人房，就是但是我在那个宿舍也住了1-2天，但是那个宿舍里的全部都是我同班的同学。但是怎么说呢？当时我现在虽然调到了这个4人间，但是我真正的好朋友是在8人间里头的。很复杂很复杂。就是怎么说？我记得我是大学的时候有2个很好的朋友，一个是重庆的本地的，一个是这个青海的，就都是我们同班同学。和重庆那个关系更好，是因为我们2个长得挺像的，都是反正身高也差不多，戴个眼镜。那个时候我也瘦瘦的，反正都是南方人嘛。然后呢，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比如说喜欢唱歌啊等等。我们还一起参加这个什么校园歌手比赛啊等等。就是很奇怪，我是觉得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几乎是形影不离，甚至我的有些同学都分不清我们2个谁是谁，因为确实真的没有远远看身高也差不多，长相确实也都是南方人，挺接近的，然后成天在一块儿一起吃饭一起玩什么的。那个时候可能我是从那个时候真的开始从家庭这个单位出来，真的走进了广阔的世界里头，而且离家这么远。离家这么远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我是觉得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这种你莫名其妙的就会找到一些同频的人。你其实全班有9个学生，为什么和这2个会比较好？为什么呢？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是觉得主要是就是你一瞬间你就能感觉到这是一个有默契的人，想法是很接近的人，就好像聊天啊什么都比较接近，玩的东西也比较接近，而且他是重庆本地人，他会带我去了解很多重庆本地的东西。甚至有一次我记得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去了他们的真正的老家那个地方。当时重庆那个地方是因为三峡库区嘛，很多拆迁了。我当时觉得特别震撼的一点就是三峡那个地方很多三峡它要那个蓄水，大坝要蓄水，所以三峡两边很多城市直接整个的拆掉了。对，我当时到他们对，我看他们的老县城，就当时还没有淹上来，就爬到山上去看，底下全部是一片瓦砾。他们整个那个县城搬到山上去比较高的地方，特别特别震撼。对，我是觉得这个朋友你就是很难说的具体是哪一点你感觉很好，就是感觉4年下来成天在一起，但是后面因为谈恋爱了可能没有那么亲近一点点。但是我记得就是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从大学开始，每一年过年回去，过年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喝酒啊，因为我们老家人都爱喝酒。我喝完酒之后，第一个打电话的人就是我这个朋友，我就每回就是喝了酒就和他说话，来接我回去。对，就一定要就是感觉好像不和他说点什么，就是心里很不舒服，等等等等。但说实话，酒后要跟他吐真言吗？也没有吐真言。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奇怪，就是因为随着后来毕业之后，大家慢慢就远了。对，后来还有一次我和我老婆还回重庆了。他那个时候已经在我们的学校不在重庆市，在重庆下面一个区，但离重庆呢还有3个小时的车程。他毕业之后在重庆工作，然后我们当时因为有事情去重庆了去玩，刚好把他叫出来一起玩，那个时候感觉很好。后来和他当时的女朋友一起还去了都江堰啊，一起去玩等等，感觉特别好。对，一直那个情分是在的。前2天他还去那个深圳那边出差了，突然莫名其妙给我发来视频，感觉好像大家都胖了，但是说话的感觉还是很好。
但是你说真的见面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话可以说的。对，只是说因为随着时间推移，不可能像之前那么亲密了。我是觉得对我隔得太远了，感觉对你们对我这个人，我是对我这个人而言，其实我现在而言，现在这个圈子里很窄，我几乎工作也在网上，人成天在家里，我确实现在是没有朋友的，除了你们两个算比较好的。我刚想说我们不算，你们也是，这个已经是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对，就是外面没有社交圈子了，真的就是没有社交圈子了。我们也不算好朋友，你都没有给我们保荐。对，下回寄给你们，没有问题。我只能用菜刀切菜，好想用宝剑切菜。我是真的觉得这个朋友真的好像很多东西就只能对我而言，我是觉得这种感觉更多是保留在心里的这种感觉比较多。而不是当下这个状态。见面不如怀念，是吗？对，灿叔，我相信可能以后有个机缘，你跟这个朋友又遇到了，其实你们很快就可以拾回那个默契，肯定可以，一定会。我觉得好朋友就是他不会因为你很久没联系，然后你就好像忘了当初的感觉。对，其实我想起来遇到，对啊，对，前一阵子就去年的时候还莫名其妙又联系了几次。然后说让我回重庆去玩一玩，找他带着孩子啊等等去玩。说实话，就是人，我是觉得很多身不由己。你有工作有家庭，你很多行程不是随着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你们两个想去哪就去哪了，那我得考虑家人，然后考虑孩子，他想不想去那边等等。我和我老婆是有计划，比如说以后还可能带着孩子一起回学校等等，一起去转一下，再去见见这些老朋友。但这个时间啊等等，其实很难，很多东西感觉都在心里。我说实话，就是这种感觉。我刚才看到笨叔的妈妈在那走路。对呀，好可怕哦！突然有人在后面晃来晃去的，是不是在偷听我们讲话？他听不到我们说话呀，有压力。来换笨叔啊，我们快点笨叔来吧。对啊，笨叔，我很好奇，你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个主题呢？对，刚才开始说了，就是觉得很深的话题，好像点击率也一般。原来是这么敷衍的理由，这么肤浅的理由，讲肤浅的普世的肤浅的理由，加上肤浅的主题，没有一个很大的故事来分享。对，但是你朋友很多呀，我觉得。而且我们也很久没有聊故事了，很久没有说故事了，是真的很久。对，我的故事就是虽然不够精彩，但是应该比灿叔的更有意思一点。来，我们看看，听听看。首先，我的朋友就不是最好的朋友，就不是同性的是异性的那就有故事了。我们见过是不是？是有上过节目的嘉宾？有啊，是那个 Gigi 啊 ，Gigi，对啊。那其实我最开始跟菲呢？菲菲啊，菲菲不是哦啊，菲菲有听节目哦，好朋友也是好朋友，你看不够好，每次都不敢说最好的朋友了啊，就是在所有最好的朋友中有一个更好的朋友，Gigi脱颖而出，就是最好的朋友啊。那是为什么？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对，我们都是留学生，就是在美国迈阿密读研究生，然后我们都住在就是学校旁边的，离学校最近的一个小区，然后因为留学生嘛，就是惺惺相惜，我们互相帮助什么的，他本来不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因为刚好我们都住在一个小区里边，然后有一天我就做我的拿手菜。这个什么？你的拿手菜是什么？蛋炒饭还是可乐排骨？其实就是3杯鸡，把那个鸡改成排骨啊，然后炖了一大锅，然后就把小区里的这个几个中国朋友都叫到一块儿啊，然后一起吃就认识了啊。OK 因为就是我住在学校旁边嘛，然后我也没想买车，但是我有学车，我也考了驾照。但是 Gigi 他很快就买了车，所以我们都蹭他的车。我们小区的人，他每次去超市买东西，我们就蹭他的车去哪儿买东西啊。后来就是 Gigi 她是一个很喜欢玩的女孩，她很喜欢去夜店，但是她喜欢跳舞，但是她
不喜欢跟那个男人约会啊、约炮什么的，不要啊。但是你知道不用说了。但是你知道去夜店跳舞肯定很多男生是抱着晚上回家一起做点什么啊一夜情的态度去的。然后他的室友又是那个很腼腆的女生，就不是那种太敢去夜店的。你知道中国女孩都不是，我们没有那个酒吧夜店的环境，对，所以很多女生都很乖的，不喜欢去玩。那 Gigi 就每次她去玩的时候，她就让我跟她一起去，我当她的保镖啊。所以就是她跟她去跳舞，这样也就不会有其他的男生过来骚扰她，觉得有一个她有男伴了，男伴在旁边啊。但是同时她有时候也喜欢被搭讪的感觉，所以如果她被搭讪了，又是她喜欢的类型，她就说我给你买瓶酒，你上那边坐闪一边凉快。对，真是纯友谊啊！看来，因为他不喜欢那个亚洲人，他比较喜欢那个更喜欢白种人一点，对所以对你是无感的。对所以我也是那个时候刚出国嘛，我也觉得想见见世面，所以他去哪玩，我也不排斥，正好我知道反正有车拉我去拉我回来，所以无所谓啊。还有 Gigi 跟我都有一个爱好，就是我们特别喜欢去各个地方旅游。其他的旅游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穷学生嘛，都是家里人给钱，所以因为我们关系好了之后，就是我们一起去酒店，双人床，我们在一个房间。不是2张单人床啊，说错了。说清楚哦，说清楚哦。刚刚我心里惊了一下但是也有我们住双人床的情况，因为有一次是我们四个人一起去迪士尼玩。OK。然后去迪士尼的时候，我们为了省钱，然后就是2个很大的双人床。那当然，那2个女生不好意思跟男生一起睡嘛。一男3女。对。然后 Gigi 在不要解释，不要解释了，我们知道。在我们中间，懂，就是那么好的朋友了，好到就是睡一张床都无所谓啊。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男女之间就是真的有纯友谊这件事情吗？就是不要太丑的女生啦，就是条件什么都不错，都可以的。你觉得男女之间真的可以只有纯友谊吗？要在我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有很多要看情况呀，正好就是我们互相就是这种情况，然后你们一起有很多经历，你们一起有一些所以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我的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某一刻真的对Gigi有一点动心？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出现？没有，他真的完全没有，就是他不是我的菜，我也不是他的菜。对，这点比较好，我是觉得互相不是对方的菜，是能成为好朋友。然后我们也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啊，就是都想要省钱。然后他需要我帮他当保镖，然后我需要他那边方便我那个住一些。有时候男女之间一开始是朋友，但是相处久了，发现对方真的不错，然后就慢慢产生感情，这样的状况也是有。这很多的吧？是很多，而且很容易发生。是的呀，很容易发，只要对方不是太，就是不要太不是你的菜，我觉得可能这个情况那个太电影了，好像爱情电影开始不都这样啊？不是没有我觉得这种事情很容易发生，就是有啊，你像我和我老婆就是这样，我们2个最早他还帮我去追别的女生呢。对呀，就是有后面慢慢的相处啊等等各种机缘到最后在一起都有。但是后来后来我们就是同居了啊。你把话说清楚。但是你们就是一直处于就是把对方当好朋友的这个太了解彼此，然后后来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然后我跟他一起找工作嘛，他投简历的时候，他投到了华盛顿的一个公司，然后他就把那个简历那个公司的招聘也发给我，然后我也申请那边的公司。
结果我们2个都被华盛顿的公司录取了，所以我们就到华盛顿一起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又开始当室友。然后后来住在一起时间久了，就太了解彼此，反而就那个没有感觉了。没有，OK。我觉得一般可能摩擦出爱情的火花还是要2人有一点点那个对彼此不了解，没有那么熟。可是刚刚 Ben 叔说好像电影情节，但是我觉得这个日常生活感觉蛮容易发生的，只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大部分的时候把这种情愫、情感藏在心里不敢讲出来，有时候是这样子，我觉得蛮容易发生的。我觉得如果是我开始有好感，故意去接近的人可能会，但是我们这个前提，我觉得最主要是你们2个都太不是对方的菜了，主要是这点。有可能哪怕有几点是对方的菜，就很容易，就有可能，对，或者对，是的，有可能。真的好了，没有按照你们想的那个方向发展了，可惜哦。好，那我年轻的时候好朋友真的蛮多的，而且我的好朋友都真的陪他们走一辈子的那一种。我先讲高中好了，因为高中好朋友算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最好的。你这个要讲好几期的，我就是对，真的。不过我就挑一个长一点，我就挑一个出来讲好了，因为我高中最好的朋友有3个。那我就为什么我先讲为什么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因为在读高中的时候，我们都是男女分班的，我们学校是男女分班，所以我们那个班级都是男的。所以你好朋友只能都找男的嘛，所以没有异性好朋友这种事情。那我们高中的时候都要面临大学联考，就是你们的高考，所以我们在高3那一年，就是大家的课业压力很大，特别在准备考试呢最后半年，我们学校的老师说，如果你们有地方读书，你们几个同学找一找，去那个地方，大家一起努力奋斗，考上好学校。如果没有，你们就留在学校里，然后跟学校的这个读书的节奏来准备考试。那个时候我们都不太想待在教室里面，因为学校里准备考试，有时候老师会看，有时候限制很多，然后你还要这个去学校，比如说你通勤要花很多时间。但不是强制的，你们可以选择不去。我们可以选择，对。那当然可以选择是考试前半年，那个时候比较弹性了。我们高3已经没有其他的课程了，课程都结束了，那个时候才能自由选择。那所以我们有几个同学在思考说，是不是有一个地方能够让我们几个同学不需要通勤到学校去，我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开，我就可以读书，在一个很安定的稳定的环境，我们有一个很棒的读书空间。这个时候呢，我有一个同学，我可以讲他的名字，他叫张嘉诚。家就是家庭的家，诚是诚恳的诚，成功的诚。对，他的这个个性就跟他的名字一样，他是居家的男人，然后很诚实，然后他对朋友非常好。那个时候我们几个就是很好的朋友了，所以这个张嘉诚呢，他就说，几个好朋友，我有一个空房子，我们不如最后半年就一起在那里好好的准备考试。所以我们几个好朋友，可能吗？这个是可能的情况吗？就是没有老师管。一开始是这样子啦，然后我们呢，好棒好棒好棒，我要考上好学校，我一定要好，我们就去吧。那个时候也特别想说，年轻人喜欢冒险嘛，到人家的家里住半年是多么奇怪又爽的事情。然后而且那个时候就思考说，以前都在家住，从来没有自己洗过自己的衣物，从来没有就是自己的生活，又是跟好同学在一起，就很向往，所以我一口就答应了。然后我们就到他的那个空房子那他那个空房子就是其实也蛮舒适，只是很久没人住了，我们要打扫一下，所以我们几个好同学，就是我加上另外3个，我们就变成最好的朋友，是因为这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我们在那个同一个屋檐下，我们4个男人一起生活了半年。那我们就设定自己的读书计划表嘛，我们就是每天比如说6点起来
然后刷牙洗脸完我们就开始读书，然后当然他房间很多，我们在不同的房间读读累了找他们聊聊天什么的，你就感觉有人作伴很好。然后什么反正我们就是分配工作打扫什么的。那吃饭呢？吃饭我们就出去吃，我们一起去吃。吃饭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在他的那个空房子里读书的时候，我们第一天4个人，我们去哪里吃啊？我们吃自助餐好了。自助餐就是在这里，就是我们所谓的像学校那种，不是吃到饱，像学校那种 cafeteria 就是自己夹菜的那种。这个在台湾叫自助餐。我们去自助餐店吃好了，比较便宜。我们们4个人就出去找，我们就是基本上我们这里都不熟，所以我们就找到一家自助餐店，感觉气氛什么都很好，然后收费也很合理。哇，一去正好是我们那个高中毕业的学长很巧，那个老板，自助餐老板就是我们高中同一个学校毕业的老板。我说我们也是，我们正在读书，我们要考大学。哇，那个老板说以后你们来我这边吃自助餐全部打7折。哇，我们高兴死了。所以我们每天都去那边吃自助餐。那自助餐菜色很多样化嘛，所以我们就很开心。对，那所以基本上我这3个同学都是最好的朋友，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努力读书了半年。你们是这么自律吗？就是对呀，感觉好自律。重点是我们大概坚持了1个月之后，大家就开始摆烂，就开始不想读了，6点起来变8点起来，变9点起来，变中午起来，然后就生活越来越糜烂，然后从这个那时候从吃自助餐变成吃麦当劳的炸鸡啊、可乐啊，那个时候就是非常越来越堕落的生活。所以后来我考不好，我大学考得很烂，不过其他3位都考得蛮好的，就我堕落得特别快。对，那我们成为最好的朋友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半年，所以我们对对方非常了解，个性，然后我们个性很契合之外，观念什么都很契合。然后我这个人其实是很喜欢重义气的人，所以我对这些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因为他们也很重义气。所以半年之后考完大学了，反正就各自有各自的学校去了。那在上半年的那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会有一个大概长达好几个月让我们休息的时间，完了再去上大学嘛，对不对？所以那段时间我跟我这几个最好的朋友其实我们的人生就开始有非常多的紧密结合了。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最好的朋友，就是提供我们住处的这个叫张嘉诚的同学。我记得那时候考完试之后，他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他说理查老师啊，他不能叫你理查老师，我不相信。他就叫茶，我的茶茶好恶心哦。他就说理查，你继续来我家住，我很无聊，来我家住。哇，那个时候真的呢，我那天晚上衣服什么收拾好，我就去他家住，一样是那个地方。然后他说隔天他就跟我说，他要我去他家的目的是什么？今天你有重要的任务，因为他那时候交了一个女朋友但是应该是说他有一个很喜欢的小学同学，还不是他的女朋友。对啊，但是你得去做僚机，我觉得。对，然后他说他今天要跟他表白，但是没有勇气，所以我去他家住之后，隔一天第一天就有任务了，就是陪他，跟着他去找把那个女生约出来，然后跟他我这个张嘉诚同学要跟他告白。我就说这个任务何其重大，千万不能搞砸。我那个时候是很有企图心的，我说你赶快找海水浴场，哪里免费的，还要免费的，我们那时候很穷嘛。免费海水浴场，我知道女生最喜欢浪漫，我就跟她说我们去海水浴场去散步，然后你们2个就在那边，你就在这个浪漫的气氛跟她告白，然后又离这里近，就是日落的时间吗？对，日落的时间。然后那个时候那时候海水最美，海水浴场又好，人又少，我都帮他安排好了。我这个同学非常对，一看到女生就害羞到不得了。他说我要陪她去，我说我陪你去，你这还叫告白吗？他就说不行，如果我不陪她去，他就放弃了。好吧，我就陪她去。所以你们2个一起去约那个女生，对吗？不是你让你单独去。那个我就说你打电话约那个女生，那个女生说好，所以我们就是隔天就要
去见他这个女生了。其实我见过了，就是见过几次了，但是这一次的目的比较重大，就是要告白。所以我们3个人，很奇怪的3个人，我是电灯泡，就在很浪漫的海水浴场散步，然后我这个同学光脚踩在沙滩上，张嘉诚同学一路上什么都没讲。你在中间吗？你在他们2个中间吗？我在旁边，然后我要聊天啊，不然真的很尴尬。然后后来聊，后来我们就走上了一个迪坝，你们叫迪坝对不对？然后就坐在那边，气氛尴尬极了。你是不是唱歌了？我就唱歌了。我说那不如我来唱个歌吧。然后我那个同学就好唱歌，因为他可以尴尬死了。他也根本不想表白了，根本没那个勇气。我就唱了歌，唱完歌之后，我就看到那个他喜欢的那个女生脸尴尬到不行，然后我也很尴尬。女生有预感吗？还是说她没有？她以为我们就出来见个面聊聊天吃个饭，结果没想到这是一个完全失败的一个告别现场，3个人都尴尬极了。不是告别，失败了，然后也算告别了，就以后没有联络了。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这个同学知道，张嘉诚同学知道我一定什么情况都会挺他，都会挺他。所以我跟他的这个很好的关系就在这里，所以我常常会去他家，而且呢，我很想打电动，所以我常常去他家打电动什么的，然后他上了大学之后，他喜欢上另外一个女生。又让你去然后没有让我去。他说这次你换一首歌。不是你唱了什么歌？茶叔当时还记得他们住的他们是读这个大学都要住宿，要住外面，因为宿舍的位置不够。他们住在一个叫摸乳巷的地方。什么那个地方叫摸乳巷？就是哪2个字？你们去查淡水的摸乳巷。非常有名，摸乳巷是吗？摸乳巷，摸乳巷，对，那个地方也是很多学生会去住，自己租房子住的地方。他就跟他为这个他喜欢的女朋友，后来这个女朋友呢，跟他也慢慢比较亲近了。那这个已经是好上了，对不对？还没。女性朋友，我觉得茶叔说女性朋友。对，我张嘉诚同学找到了一个同样大学，他读淡江大学的这个女性朋友。这个女性朋友一开始不接受他，因为这个女性朋友喜欢的是他们家乡的一个牙医。但是他还是表白了，是吗？他表白了，对，他希望成为牙医娘。对，那后来这个女同学知道不太可能，所以后来就慢慢接受我这个同学的备胎，退而求其次。对，算是备胎。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常常去摸乳巷找张嘉诚同学，然后就常常发现他们在一起。那因为我跟张嘉诚是很好的朋友，他常常告诉我，他跟其实他这个女生变成他未来的老婆了。他们感情的进展，就是包括发生关系啦，什么都跟我讲得很细微。真的我超爱听的。然后就是所以他什么都跟我坦白，就是合不合啊，那个做起来怎么样，那个反正就是或者是他们感情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会跟我分享。就是我们感情非常的好，就是他这个都不会跟他的兄弟分享，亲生兄弟分享，他会跟我分享。对。然后后来他们2个大学毕业就结婚了。我也是去当伴郎。然后后来因为他这跟灿叔有点像，他这个老婆是住在花莲，那我这个朋友是住在台北，他就跟着老婆去花莲住，去了花莲，所以我们联系就变得老婆，对，他就是联系就变得比较少。后来他老婆考上老师，他是花莲女中的老师。后来我这个同学也努力的去考老师，他也考上花莲女中，他们夫妻俩就一样在花莲女中教，他们教历史。然后基本上同学是个纯爱战士，我觉得。对，他本来就是一个很老实，而且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用心在生活的人。然后他对感情，不管是对友情或爱情，都是很投入的人。对，能看出来。那后来我偶尔就会去花莲找他，
因为就是他在那边哇，他每次看到我高兴死了，他每次都会开车载我去到处看花莲很多民宿，还有很多漂亮的景点，他都会载我去。其实我觉得他就算一辈子的朋友吧，就算像刚刚灿叔说的很久很久，你可能因为自己的事业，因为自己的生活，因为距离，你跟一些好朋友再也没有机会像以前那样天天见面。但是其实你一见面，哇，那个我们在台语叫麻吉，哇，就很麻吉的感觉，就巴蒂巴蒂那种感觉就来了好像就是哇，好像马上那个熟悉感你又找回来了。对，所以那个感觉真的是很好。所以其实那个感觉就是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啦你像我母亲前几年去世了嘛，那我这个朋友也有来，就是来看探望什么的，因为我们常常见面我们父母亲都认识他，他们父母也认识我。后来去年他爸爸也往生了，对，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说，其实慢慢觉得我们这个年纪很多事情真的要开始珍惜了，就是哪天哪些熟悉的人又不见了，那我们就会觉得那个感觉会很失落了。曾经熟悉的一个人，真的你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了。然后我刚刚回头讲到，就是说我们在上大学的那几个月，真的是非常疯狂。我们那个时候几个同学常常骑摩托车，然后到北海岸去。然后呢，我们常常就是没有目标的，就可能在一个北海岸的沙滩，几个人躺在那里，就这样聊一个晚上。对，然后就也不睡觉，那时候真的很疯狂。然后我们还会去冒险，就是比如说我们会去一些活动中心，其实晚上都没有人，我们几个人就偷偷进去，然后就冒险。然后那些活动中心后面都是坟场，我们就还会进坟场那边去冒险，这样很有意思，还真的遇到鬼哦。有一次真的遇到鬼，快讲讲，每次都有鬼故事。怎么会？就是我们4个人，然后就进到那个活动中心，有一个停车场的感觉。我们那个时候在凌晨2点。我们要进停车场的时候，就有很强的一阵风，哇，吹过来，然后那个停车场是关闭的，那个铁门一直哐哐哐哐哐哐，一直被强风吹得咣咣响。为什么在这个夜晚这么？我们就是要去，我们就是要去冒险啊！我们就是要试出，就是那个时候觉得反正都考完了，就疯狂做什么都好。然后后来从那个不知道从哪里，好像是从草地那边突然走出来一个老头子，就说你们几个在干嘛？说没有，我们就是随便走走，我们想进去这个停车场。他就说哦，可以啊。那这个停车场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来了。那个人看起来就是很憔悴，然后就感觉很鬼的样子。不是流浪汉吗？不是，他感觉像那里的管理员。对，他就说可以啊，进去啊，你们就那边旁边按个钮，你们就可以直接进去了然后他就后来讲一讲，他又走到那个草丛那边去，我们也没有注意，我们想进去。后来真的那个强风一直吹一直吹，那个铁门就哐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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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我们有一点怕了，然后就想说，如果进去不是停车场是别的奇怪的地方怎么办？我们有点怕啦，所以我们就几个人起哄说，我们就干脆回到活动中心里面去过夜好了，去在那边休息一下就好了，就不要凌晨2点还去停车场里面，谁知道里面有什么？后来我们不一定哦。后来我们回到活动中心之后，然后我们就有跟里面一些管理员在聊，说我们遇到一个那边，他说那边从来都没有管理员在，那边可能好几十年前会有，但是现在都没有管理员在，所以你们看到的，他很明白的就讲，你们看到的应该不是个人。然后呢，他说那个停车场再进去再深入是一个墓地。日据时代台湾日据时代的时候留下的墓地，那个算是乱葬岗，有很多无名尸骨埋在那里，所以他说那里阴气很重，一般人是不会想进去的。我们才知道还有这样子，我们就想说还好我们没有进去，不然会发生什么事。他也没说他是管理员吧？有啊，那个出来他没有说，但是他那个衣着什么就感觉好像是个管理员在那。对，可是我们其实不清楚他是谁，对，所以我们就会觉得阴森森蛮恐怖的，
对，沙叔，你还有多少个鬼故事还是我们不知道的？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就是其实我刚说4个同学嘛，还有另外一个同学叫陈新立，把他们都翻了，名字都泄露出来，叫陈新立。新就是新旧的新，立就是站立的立，陈新立。我记得怕大家找不到他。就是我记得那时候考完之后，我还常去陈新立他家，因为那时候真的很无聊，我就常常我几乎3天2头就往他家去待。那这个非常非常好玩，年轻气盛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为什么我常去他家？第一个可以打电动，第二个半夜我趁他爸妈睡着的时候，我会偷偷跑到客厅去看爱情文艺片。那时候我家没有那种爱情动作片吗？爱情动作片是吧？对，然后毛片，对，然后我那个同学就知道，就是说你去看，他就是很觉得无所谓，你去看，晚上我爸妈也不管你的，你就去看，而且你是客人，他们不敢讲什么。我就真的也很不要脸的，在他家常常住3天4天这样子，然后但是他妈妈常常会煮意大利面给我吃，就是把我当亲生儿子一样招待。那他爸爸是很讨厌我啦，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半夜在那边看奇怪的片，他们都不喜欢。你们都不戴耳机的吗？他爸爸很不喜欢。而且他们因为这样，他们不在房间里，他们不敢出来啊，对不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他父母对我很好，然后我就几乎3天2头往这个陈信义同学家跑，然后他还会带我去学游泳，因为我那个时候想要学游泳，所以他就带我到附近的游泳池去，我们几乎每周末都去那边游个3、4个小时，然后就觉得哇很棒，就感觉什么都有学到之外，还有一个好朋友照我。然后很好玩。可是2个人一起看爱情动作片不会很没有，我自己去看，我自己去看。他在他的房间里没有2个人看，我也不喜欢2个人看。对，我自己会想去看，我就会去看。对，然后后来有一天很有意思，就是我一样在他家里已经待了2天了，然后他们家有亲戚来，然后他爸爸就很小声跟他亲戚说：“我用台语讲，我那个囝不知是不是 gay 呢？哎呦，每天跟查某在做伙。我的意思就是，他爸爸说，我这个小孩不晓得是不是 gay， 每天跟男人混在一起，不晓得在搞什么。然后他那个亲戚好像听真的啊，现在 gay 很多，你要小心哦。就这样，他们的对话是这样子。哇，那个时候父母都懂这个概念，懂，而且他们很忌讳，但是他妈妈一直都觉得。那个年轻人都是这样嘛，你干嘛那么在意？他妈妈一直很挺我们，就是觉得无所谓。对，所以那个时候很有意思。那他爸爸看一下你看的是什么片子，应该就知道你是不是每天听声音就知道。我看的片子就是他们父母看的片子啊，是一样的东西啊。那后来当然慢慢的就是上大学了，他跟我考上是不同的我记得他上大学的那一天是我载他去，他的大学在嘉义。骑摩托车，我们真的是疯了，骑8个小时才到。8个小时，8个小时，屁股都坐烂了。他为什么找我一起去学校？我们要看看地形嘛，新的学校嘛。那因为2个人可以轮流骑摩托车，我们骑了8个小时才到。对，然后其实我说我跟我这些同学的生活是紧密贴在一起的，就是说我这个同学后来交了，因为他很帅，他交了很多任女朋友。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任女朋友，他们几乎快要论及婚嫁了。那我那个时候他已经也出社会了啊，去说分手是吧？你去提分手？没有，我那个同学常常打电话给我说，叫我去他跟他女朋友合买的，他们要一起合买的那个家，去看看。我说好啊，他们养了很多猫，而且那里社区里也有地方可以游泳啊，那我就去了，然后。去了我就爱上了，有猫可以撸，免费的猫可以撸，然后每周末都可以去那边游泳，我最喜欢去那边游泳，然后又是免费的，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几乎每周末都去。那他的女朋友那时候非常忙，我每次去他女朋友都不在。然后就是我那个同学因为很帅，他的情史丰富，他常常我们之间就没有任何的隔阂，他常常跟我讲说，我就背着他很骄傲，我背着我的女朋友找其他的女人来家里面。发生关系，我女朋友都不知道什么什么讲一大堆，
然后其实这些都是真的，因为他后来还会找证据给我看啊，他就说，你来看这个床上面还有那个什么痕迹什么，他都这样啊，他讲的很白就对了啦。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这样做不太好，你们都已经一起买房子了，你跟你女朋友都一起买房子了，那说不定他知道，他只是不想跟你摊牌我就跟他这样一直讲，然后果然，这件事情没有多久，他们过了1年，他女朋友不忍了，就分手了。然后他女朋友就跑到大陆去工作了，再也不理他了，他们就彻底分手。他想挽回，因为他还是最爱他，虽然他有别的女人，他还是最爱的是他。所以那一天我们就跟我那2个死党，我们就4个最好的朋友约出来之后，然后喝酒，然后我那个同学是真的，一看到我们就哭，就是说啊，我最爱的女人就这样子，她不要我了，她连猫都带走，他女朋友连猫都带去大陆去了，然后连猫都带走了，然后我什么都没有，就一直哭，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对，好就抱着我们，然后就说我本来要跟他谈论及婚嫁，现在什么都没了。他会这么爱他的女朋友，他为什么就一定要中间不断的就是其实他跟他女朋友交往前，他就是情史很丰富，然后就是每天去夜店，然后每天找一夜情。我之前说的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跟老外女老外发生关系，就是他，对，就是他常常跟我们分享他就是他的私生活那方面会比较花一点，控制不住自己。对，但是其实我知道他爱的还是他那个女朋友，但是就是他女朋友知道他偷吃之后，当然就断然离开，不可能这样还结婚嘛，所以我们那天就陪他整个晚上，就买了很多卤味，买了很多酒，我们就一起喝醉，然后就陪他一个晚上，然后就是陪他疗伤吧。其实我最近就接到一个消息，这个同学就是那一个事件完了之后，当然他的情史持续丰富，但是他一直没有想要结婚。最近让我很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突然传讯息给我说我要结婚了，对象是谁？他说就是一个越南人。对。你说他去邮局工作的那个吗？朋友？对，他在垦丁的邮局上班，认识了一个打扫的小妹，应该不能叫小妹了，老妹，就是也40几岁的一个越南人，那他们就是有聊天，有一起吃饭，后来慢慢越来越熟。那我就最近就听他说他们要结婚了，我说年纪那么大了还结婚？他说就是给他一个承诺，给他一个证书，就这样子。然后他说他年纪也大了。就也想要找一个伴一起度过最后的人生这样子。那我就说恭喜你们啊！而且我也看过他那个越南的老婆，其实就感觉蛮乖的然后就这样子。然后我刚刚说那个张嘉诚那个同学他有2个小孩嘛，一对儿女。那他的儿子现在大学快毕业了。你看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他已经一个儿子大学都快毕业了，对吧？那他的女儿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的，他这个女儿就是读这个高中的时候，他觉得读书不适合他，我想起来了，他想要休学，所以他们夫妻俩讨论很久，好吧，让你休学，结果他就整天休学在玩游戏，玩游戏还英文练得跟母语者一样强，就认识一个美国老公，美国人。那今年她要去美国跟那个老公结婚了。对，所以就是我们虽然距离很远，但是彼此还会分享彼此的生活，你就会发现哇，这些同学从以前认识到现在，他们的生活有非常非常大的变化。那你另外还有一个朋友呢？你4个人都讲了。对，另外一个朋友呢，他叫杨耀颂，耀就是哪个耀哪个颂，耀就是日字旁那个光耀的耀，那个光字旁改成日字旁，颂就是背诵的颂。杨耀颂为什么我聊的比较少？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感觉像是乌托邦出来的人，他的个性非常的不一样。他从跟我们一起念书开始，就是一直
乖乖的念书，心无杂念，心无旁骛的念书。后来考上学校之后，他立志要读社会系，那毕业之后，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到台湾那个新竹的山区里面的部落去做社会服务，去当志工，去帮那边的原住民去想怎么帮他们赚钱，怎么让他们生活得更好。然后他毕业开始做这件事情之后，就一直到现在，每天都在为这些原住民付出。因为在台湾，原住民有时候比较弱势，他不像平地人有这么多工作机会，所以我这个同学他几乎这一辈子都在帮助这些原住民，还有怎么去建学校，然后怎么去让他们有一技之长。所以我这个同学就跟我们比较少联系，是他就这个目标，他就一直去做，一直去做。就因为他这样，我也觉得当志工很好，所以我也觉得我想当志工。对，因为你每次看到他，就会觉得他都是面无表情。他高中的时候就是这边会长痘痘，他就会这样一直抓，所以我每次都去模仿他。你就是这样子了，然后他现在都已经50几岁了，他还是这样，还是继续捏。然后你就会觉得老同学一点都没变，但是他为了他的理想，真的奋斗了这么久。我感觉听茶树的故事好感慨啊，就是感觉这么长的人生挂路里头，你看到人怎么从少年到青年，慢慢没有老年，就是中年，对，步入中老年阶段。就人生好像真的就是一个旅程，好像每个人其实我感觉大部分人都过得比较平平淡淡的生活。而且我有，因为我最近也收到一个消息，就是我那个张嘉诚同学，不是最近了，已经其实也3、4年了。他后来他老婆得了乳癌，哎呀，对，那后来就是化疗，现在又好了。那好。我那时候就常常跟张嘉诚说，其实偶尔带你老婆来台北玩，然后多花点钱没关系，带她去逛百货公司，带她去做头发，让她开心一点。因为他老婆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但是也比较压抑的人。他老婆是这样的人，非常压抑然后你像我那个同学张嘉诚，他每天都很开朗，没有烦恼。然后有一次他开车的时候，他就是跟我们聊天，他老婆会突然骂他说：“开车不用心，等一下出车祸怎么办？”他一直当着我们面在骂他，就是他老婆是一板一眼，很严肃，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还是他，因为他不是他个性，他老婆个性就是这样啦。他老婆个性就是这样，但是他老婆是很好的人。我们那个时候常去花莲玩，他老婆都非常的盛情款待我们，而且我们跟他老婆也很熟所以就是说，听到他乳癌的消息，就会觉得我就跟他说，你要好好照顾你老婆，对，因为乳癌这种东西就是很难根治然后而且乳腺我们叫乳腺癌是吗？叫什么？对这个东西大部分是情绪问题，真的。对，还有就是可能严重要切除。对，这个我都不敢问他到底有没有，所以这就是因为切除对女性是一个很大的心理上的变化跟压力。肯定啊。对，所以就是我其实心里常常在想啦，我有时候同学会的时候，我常常跟这几个同学说，你们呢现在都不在台北，真的希望你们60岁还是什么时候回来台北住，我们几个年纪大了都可以住在一起，彼此照顾。你们4个可以对住在一个地方，在那空房子吗？就是这个是我一个一直在想、憧憬的、希望的事情，因为我真的很希望，你们就带你们的老婆回来台北住然后台北方便，然后如果生病了，医院也很近，然后你们其实你们的家乡都在台北，只是你们为了你们的工作跟为了你们的伴侣，你们到了比较远的地方。对，那如果真的老年有机会再重逢、再相聚，那是人生多快乐的事情，人生一大乐事的。对啊。我就每一次同学会，我都跟他们这样洗脑，回来住，就是我觉得回来之后，我们怎么安排生活，肯定可以跟年轻的时候一样开开心心的这样过日子。年纪大了，真的不要再给自己压力，开心就好了。然后小孩子都成家立业，就去
他们自己管自己的事情就好了。我们老年人有自己的消遣跟乐趣，如果能够跟好朋友一起住，哇，那个感觉多美好！我就常常这样跟他们说。对啊，这边大陆也开始有这个抱团养老的概念，对啊，都可以一起住一个大别墅里边，就对啊，4个家庭都可以在那儿。对啊，我们可以不用说住在一起，我们比如说就住在隔壁啊，或怎么样，住得近一点就可以住得近一点，骑车可以到的。我每天去找你也可以，我们去公园练外单功，去那边练身体什么的。可以去停车场。去停车场干嘛？你们不是一起见过鬼的朋友？哦，对啊，开玩笑，开玩笑。人真的不能没有朋友，真的，这是实话，真的是。对，所以我现在年纪大了，就跟灿叔有一点像，就我现在的社交圈比较没那么大，然后当然我会有一些志愿者的朋友，但是他们学生啦，学生也是社交圈啊，学生一样，学生志愿者的朋友跟可能外面会认识一些其他的朋友。但是我觉得找不回高中那种惺惺相惜，就是学生时代那种东西很难找回来，不一样。真的，你觉得就是现在不管是同事或者是这个志愿者的朋友或其他的朋友，感觉有时候你像工作朋友很多，有时候是利益上的结合，或已经出社会了，那个初心不同了，所以你仿佛再也找不到学生时代那么意气相挺、那么真性情的好朋友。对，我们3个的最好的朋友都是学生时代的。对，是的。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我现在很庆幸的是，还有跟这些同学联系，而且还是很好的朋友，而且我们至少每年见面个1-2次，没有真的很少了。但是我们每年一定要见一次，就是同学会一定要见一次。哇，你们每年都有同学会吗？有，高中的同学会。对，我记得我们那时候10年前，哇，寻寻觅觅，脸书啦、YouTube 啦，到处找 Instagram。找回了30几个同学回来，然后之后我们就每年都开同学会。哇，然后那个同学会的感觉，同学会是我绝对要出席的一个活动，因为我就可以看到这些同学，我长大之后有家庭了，或者还是单身，有的工作顺利，有的已经是教授了，有的是怎么样的人生，真的不管几个人，就算1-2个人，我还是会去，就是我一定要去见见这些同学。对，你像我前几天就是大学的学弟妹他们美国回来他们也是跟我们约见面，我也是哇，二话不说我就去了。对啊，我就觉得跟这些同学学弟妹聊天，你真的觉得好像世界不止我一个人，还有很多人跟我一起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困惑、伤心、开心，什么情绪都有，那种感觉真的蛮好的。真的。对啊。对，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会很开心自己以前曾经有那样的经历，让我认识这些人，让我现在不那么无聊孤单。我现在因为有以前的感情，一直到现在，我会觉得人生好像比较圆满一点了。对啊，好，所以我觉得你都收尾了，对，不希望我们再升华了。对，好，那不晓得各位观众们有没有一辈子的好朋友？是不是学生时代的，还是在其他场合认识的朋友？对。然后这些好朋友现在是不是还陪伴着你？然后真的，我觉得人就是要3-5个好友，然后你就不孤单了，对不对？好，那这期的节目就到这啦。也请留言分享你的好朋友是谁，像我一样把他名字写出来啊。然后被人肉。对，好，OK，那谢谢大家啦，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